老林是在一个凌晨4点的深夜，决定杀死那个免费的自己的。导火索是一杯泼在他设计稿上的可乐。泼可乐的人叫刘总，一个3个月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潜在客户。刘总的公司要做一个颠覆性的 App， 预算有限，但梦想无限。他找到老林，说的不是合作，而是帮忙。老林啊，你先帮哥哥出几版首页概念稿，我们感受一下。都是朋友，这点小事，你肯定不会拒绝吧？老林，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师，一个典型的好人。他不懂拒绝，或者说，他恐惧拒绝。他怕破坏关系，怕被人说不够意思。于是，这个小忙，他一帮就是3个月。3个月里，刘总的指令像雪花一样飞来。这里的蓝色不够高级，那个图标太普通了，要让人一看就记住。你再出5个版本，我们开会选一下。每一次都伴随着一句辛苦了兄弟，等项目融资成功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张空头支票，老林假装信了。那天晚上是第19次改稿，刘总带着团队把老林的工作室当成了自家网吧，烟雾缭绕，外卖盒堆积如山。当老林颤抖着双手递上又一版通宵赶出来的设计稿时，刘总瞥了一眼，打了个哈欠，随手把喝剩的可乐放在了桌边。一个转身，杯子倒了，褐色的液体像一条丑陋的毒蛇，迅速侵占了老林的心血。空气凝固了，刘总愣了2秒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林。没事没事，反正就是个草稿，你再画一张不就得了？多大点事，多大点事。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，精准地刺进了老林的心脏。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堆笑的男人，看着他嘴角的油光，和他眼神里那种纯天然的、不加掩饰的轻蔑。一个念头疯狂地在脑中轰鸣。在这个人眼里，我的时间、我的专业、我的尊严，甚至我的通宵不眠，加起来的价值，就等于一杯洒了的可乐。因为从一开始，我就是免费的。老林没有说话，他默默地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语气说：刘总，带着你的人滚出去。驱逐了刘总之后，老林独自坐在被可乐浸泡的设计稿前，直到天亮。他像一个溺水者，回顾了自己前半生是如何一步步沉入免费的深海。他发现自己活成了一家人肉便利店，24小时营业，全年无休，货架上摆满了帮个忙，没问题，我来弄。所有商品都标着0元购，亲戚朋友、同事邻居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，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一个 logo 设计，一份活动策划，一段婚礼视频剪辑，甚至只是陪聊一个下午。他们拿走时，会客气地说一句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但没有人会为此付费，更没有人会关心这家便利店的店主是否需要休息，是否已经亏本。因为便利店的招牌上从未写过价格。一个人最大的悲剧，不是不值钱，而是从未意识到自己需要标价。当你允许他人零成本地接近你、使用你、消耗你，你就亲手放弃了自己人生的定价权。什么是人格定价权？它指的是你是否有勇气和智慧，为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技能、情感乃至尊严设定一个清晰的、不可逾越的价格底线。如果你不主动定价，那么世界就会为你定价，而这个价格往往是0。你会成为别人眼中最便宜的消耗品。你的时间可以被肆意浪费，因为反正他有空。你的专业可以被随意白嫖，
因为反正他好说话，你的帮助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，因为反正他不要钱。富兰克林说，时间就是生命。这句话的下半句更残酷，当你的时间不值钱时，你的生命也就不值钱。电影《时间规划局》构建了一个时间及货币的世界，富人拥有永恒的生命，穷人则为几分钟的存活而挣扎。这部电影最恐怖的隐喻是，穷人不仅时间少，他们的时间单价也极其低廉，他们不得不为了几十分钟的寿命去从事数小时的体力劳动。而老林就是那个在现实世界里主动把自己的时间货币设置为0的人。他以为这是善良，是维系关系，但结果却是让自己陷入了最彻底的人格贬值。免费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陷阱，它让你付出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你本该用来成长、创造、享受人生的不可再生的生命本身。想通了这一点的老林，开始了他的人生定价革命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敌人是他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讨好型人格。他的第一步是为自己的时间标价，他给自己立下规矩：一、拒绝一切没有明确目的和议程的闲聊式会议；二、晚上10点后不回任何非紧急的工作信息；三、周末至少留出1天，定为神圣不可侵犯日，不处理任何工作，只留给自己和家人。规矩立下的第1周，他就得罪了3个人，一个是习惯半夜12点打电话聊方案的客户，一个是喜欢在周6约他喝茶聊聊的同行，还有一个是每天找他吐槽家长里短的远房表姐。他们都对老林的转变表示震惊和不满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架子这么大。老林只是平静地回复，抱歉，我需要休息。他想起波普艺术大师安迪·沃霍尔。沃霍尔是20世纪最懂得为自己定价的人，他深居简出，极少参加无关的社交活动，他甚至会雇佣长相酷似的演员，替自己出席一些无聊的派对和演讲。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世界宣告，我的时间和我的出现是极其昂贵的。结果呢？人们没有因为他的架子大而疏远他，反而更加渴望接近他。他的每1分钟都变得价值连城。高手都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时间价值与你的可得性成反比，你越是随叫随到，你就越不值钱。老林的第2步是为自己的专业标价。半个月后，又一个朋友找上门，想让他帮忙设计一个公司 logo。放在以前，老林会满口答应，但这一次，他在听完对方天马行空的要求后，微笑着说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按照我们工作室的标准流程。logo 设计包含3版初稿和2次精修，报价是3万元。您看是公对公转账还是？朋友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，老林啊，咱们这关系谈钱多伤感情啊。老林打断了他，正因为是朋友，我才更要保证我的专业服务质量，这也是对你负责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不合适，没关系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朋友最终找了个借口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老林没有丝毫失落，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。他终于撕掉了贴在自己专业上的那张免费标签，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白嫖的工具人，而是一个有着清晰商业规则的服务提供商。这让他想起了亚马逊早期的免费送货政策。起初，这项服务吸引了大量用户，但也引来了无数滥用政策的聪明人。他们频繁下单，又频繁退货，导致亚马逊物流成本激增。后来，亚马逊推出 Prime 会员制度，用户需要支付年费，才能享受免费配送。这一小小的门槛，
瞬间筛掉了那些只想占便宜的低质量用户，留下的是真正有需求、高忠诚度的核心客户。亚马逊的利润因此大幅提升，个人也是一样。一个小小的报价，就是你专业价值的会员门槛，它能为你挡住 99% 的消耗，同时让那 1% 真正尊重你价值的人更加珍惜你。老林的第3步是为自己的情感标价，他开始清理自己的社交网络，那些只在需要帮忙时才出现的朋友，那些只会散播负能量的熟人，他都礼貌而坚定地拉开了距离。他不再秒回所有人的信息，不再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买单，他把最宝贵的情感和精力只留给那些真正关心他、滋养他的人。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他被一些人贴上了冷漠、自私、不近人情的标签，但他发现，当他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设立边界后，他的世界不但没有变小，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爽和高质量。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设计，作品屡获大奖，他有更多的精力陪伴家人，家庭关系愈发和睦。留在他身边的都是那种谈钱不伤感情、谈感情不伤钱的真朋友。他终于活成了一个昂贵的人。俄罗斯天才数学家佩雷尔曼破解了困扰世界100年的庞加莱猜想，但他随后的举动震惊了世界。他拒绝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，理由是他对我完全不重要。随后他又拒绝了克雷数学研究所为他颁发的100万美元奖金，全世界都无法理解。但在佩雷尔曼的世界里，他的人格定价权不在于获得多少奖金和荣誉，而在于他有权拒绝任何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。他为自己的人生标的价是纯粹的、不被外界干扰的思想自由，这是一种顶级的昂贵。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无法达到佩雷尔曼那样的境界，但我们至少可以，也必须从杀死那个免费的自己开始，夺回属于自己人生的定价权，允许他人零成本地接近你，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作践，因为你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我不重要，可以被随意对待。记住，你的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，而是由你自己标出。你每一次勇敢的报价，都是在重申你的专业尊严；你每一次坚定的拒绝，都是在捍卫你生命的边界；你每一次果断的远离，都是在为你的灵魂止损。从今天起，学会为自己的人生明码标价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活得越来越贵，你的世界才会真正变得富有起来。